在相亲这个圈里啊，你要是混久了，你就特别容易犯迷惑，你就想不明白有些人脑子是怎么想的。有一姐妹儿昨天相亲啊，带闺蜜去了，没成想人男方想找闺蜜了，嘿，找我哭有啥用？那不你活该的吗？昨晚有一对相亲男女啊，第一次见面，特别有意思啊。男方95年的，在银行上班啊，这姑娘是97年自己开了个奶茶店。这姑娘吧，相亲就特别不好意思，怕尴尬嘛，就喊了一闺蜜。人98年的小学老师啊，临去之前还现嘱咐闺蜜啊，别化妆，朴素一点。人闺蜜听了呀，穿了一身运动服去了，这不去没啥，一去，哎呦完蛋了。因为这姑娘特别爱吃料理嘛哈，这男士就找了一家很不错的东南亚菜馆。晚上7点多了，男士到的时候，这姑娘正好去了卫生间。哎呀，她来了就以为这闺蜜是相亲对象啊，一看人闺蜜穿着朴素，也不化妆，和以往的相亲对象这完全不一样啊。哎呀，又清纯又好看，好感大增，这内心啊特别满意，赶紧上前自我介绍。这闺蜜一看，哎呀妈呀，这是搞错了啊，赶紧解释啊自己是女方的朋友，这把男士给整得很尴尬。不一会儿这姑娘来了啊，就解释说呀，这闺蜜啊正好路过，就一起过来吃个饭，问她介不介意。人男士嘴上肯定说不介意啊，这心里啊指不定多少个草泥马过去呢。哎呀，这抬头一看呀，相亲对象个子不高，化了个大浓妆，说话还有股社会风，远不如人家这闺蜜啊。后来这仨人都想着相亲嘛，都在桌前聊聊看看啊，忍也得忍呐。点菜的时候，这相亲姑娘呀，呼哧一下就点了6个菜，闺蜜在旁边啊就劝着，哎呀少点点，吃完再要吧。这姑娘说没事没事啊，又点了这个店里的一些小吃和饮品。男士看了多少都觉得亏啊，带点火气啊。这姑娘呢一开始啊，她就没看上男士，觉得男士打扮有点土，个子也不高，不是她喜欢类型。吃饭的时候的态度比较冷淡，不怎么说话。哎呀，还一个劲儿让闺蜜出面啊，没法，人闺蜜怕冷场啊，就跟男士在那唠嗑。结果两人是越聊越投机啊。这相亲姑娘她本身有点看不上这个男士，就没怎么搭理，一个劲儿的吃饭刷手机啊。偶尔呢就不跟男士聊聊，问他一个月工资多少钱，男士就说啊自己一个月到手啊8000。哎呀，这姑娘一听啊，就表达说啊自己20岁的时候就已经年入10万了。这话让男士啊都觉得是有点暗讽自己收入低啊，他就面特别下不来，就开始讨厌这相亲姑娘。人家闺蜜就很懂事啊，听了之后就打圆场，哎呀，说这事业单位啊，这工资虽然不高，但是人待遇好，对吧？这姑娘听了就怼过去啊，单位好有什么用啊？那赚的钱都不够生活费的，以后啊还得吃灰。说完之后又去玩手机去了。反正最后啊，这男士和这闺蜜聊天去了，相亲姑娘就没怎么搭理。结果两个人可能无意之间啊，就问起男方家里是做什么的。人男方说啊，这父亲是做生意的，家里好几个商铺啊，等着要打理呢。这一句话啊，旁边的相亲姑娘两眼放光啊，和之前的态度完全不一样了，特别的热情，赶紧打断呀，不让闺蜜和她聊天了。这要是给抢去了，那不完蛋了。中间就不断的插话，说自己的三观和男方哎呀很合适等等，可以互相再了解看看。男士就已经很反感她了啊，不怎么搭理，就跟这闺蜜聊的那是热火朝天的，整得这姑娘在中间老尴尬了。最后呢是吃的差不多了，男士记账，哎呀这一结呀1000多块钱呀，虽然心里特别不愿意，但是面子搁那儿了哈，还是把钱付了。这姑娘的闺蜜啊就特别有眼力劲儿，看得出来这男方不愿意啊，就主动加了男士好友，给男士转了800块钱啊，说这第一次见面啊，3个人 AA 啊比较好。行了啊，俩人加上好友了。这相亲姑娘就不愿意啊，就一个劲儿的把闺蜜往后扒了，不让她付钱。男士去开车了，一看是个宝马，哎呀，这相亲姑娘就特别的积极的要坐副驾，但男士不让闺蜜坐，把这姑娘给气的呀，就生气嘛，说有事我就不坐车了。男士是二话不说，一脚油门拉着闺蜜就走了，把这姑娘气得直跺脚啊！哎呀，半夜得11点了吧，给我打电话，一会儿说这闺蜜的不是，一会儿又说这男士的不是，一会儿又后悔，哎呀，怎么带闺蜜出来了？整得我是一点好脸色都没给哈！你说你自己势利眼就罢了，还埋怨别人，相亲带个闺蜜干啥呀？我看你脑子只装了个进水管，忘装排水管了吧？他说呀，哎呀，我也没想到这闺蜜能挖我墙角啊！我一听你可拉倒吧啊，能挖动你墙角，那说明你本身就是个豆腐渣。事已至此，你就别阻拦人家和你闺蜜发展了，对吧？成了，哎，送个大猪头给你，感谢你吧。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有个很尴尬的事情啊。哎呀，现在那个网络大数据是真牛啊！我高中班主任看到我视频了啊，这不是关键啊，关键是他现在单身啊。嘿，这还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要让我给他相老伴啊。哎呀，这就有点尴尬了啊。我那个班主任啊是男士，这个教物理的，57岁。当年我对他的印象就是啊，我都让他揍了好几回了。但他今儿跟我说呀，自己其实骨子里是一个很温柔的男人。哎呀，我暂且相信了啊。这不儿子家庭稳定了，自己就想找一个老伴儿嘛。现在是有车有房有社保啊，又在编制单位，还有2年半退休。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想找个什么样的啊？他跟我说这条件不重要，我比较看重人呐，人品要好。我一听，哎呀老师呀，人品这个一时半会儿就看不出来的呀，你得给我讲点重点条件。年龄不能太大了啊，45岁以下，40岁最好。性格温柔体贴，长相好看，哎，身材苗条的。
我这一听啊，我说老师啊，这肯定不现实呀！你看你这比人40岁的女人大了都快2轮了啊，人家肯定不同意，除非你其他条件很优秀，那有可以跟那些40多岁的男人可以博弈的筹码。哎，接着他跟我说呀，我这天天健身着呢啊，身材好，体质棒啊，哎，再要个孩子都没问题。哎呀，我就有点苦口婆心了，委婉的表示，老师呀，外表再靓丽，这里面的配件上了年头，它也不太行啊。咱找对象啊，不能要求相差太大的。你看50岁左右的这个大姨啊，哎呀，这也挺好的嘛，有个退休金的，年龄比较合适，这共同语言也比较多一点，不然年龄相差太大了，这代沟也多，容易出毛病。老师一听啊，不行，你不知道呀，哎呀，我那边好多同事啊，50多岁的试试的我都看不上啊，那你给我找个45岁到50岁的吧。我问他，我说有没有其他的要求？他说要找个会唱歌的，喜欢跳舞的，哎，能说会道的。我说老师啊，有一个45岁的这个大姐人挺好啊，是个企业会计，有车也有房子，单身好几年了，有个2岁的女儿在上大学，你看要不给你撮合一下？老师一听啊，哎呀，这2个孩子呀有点多呀，都上大学了，开销是不是挺大？看了照片之后又跟我说呀，这个脸有点长，不是我喜欢的点，带出去别人看了都没面子呀。看在这多年的师生情谊的这个份上，我又给他介绍了一位49岁的，是个幼儿园园长，有个儿子也成家了，人挺好，有气质，而且还会唱歌跳舞的。我一看这简直就是绝配啊，我是非常自信的找到他。哎呀，老师一看呀，哎呀，这个条件不错，一问孙子2个，平常还得给儿子看孙子，那不就没的2人世界了吗？跟我说呀，我找老伴都是图那个精神伴侣，有个知心人的，能生活在一起啊。这要是给人看孙子呀，那我图点啥？哎呦，听得我这边呀，主要都是那些20、30岁啊，这个单身资源很多嘛，这个40岁以上的单身资源本来就比较少，我这班主任又摊上比较挑，没法又到处给他划了这个人啊，同行其他老师那儿找了一位事业单位工作，哎呀，45岁左右啊，有房有车，长得真有气质，身材很好，最主要呀，这个孩子跟前任定居在外地，一般也见不到。哎呀，我那是倍儿自信啊，去跟老师说呀，你看这个咋样？哎呀，老师一看呀就很喜欢呀，懂他，我就给他呀联系这位大姐去了。没成想呀，人大姐要求男方55岁以内，有车有房，年收入20万以上，哎，没有儿子，别有负担，情商高，长得还要帅，另外还要每个月负担5000块钱女方的生活费啊。我这给我班主任资料一看呀，给我班主任是一顿点评啊，说个子太矮，长得一般，哎，年收入太低，而且还是个男老师，不接受。哎呀，说到这回复，说完了，回去得给我老师委婉的说呀，我说人家觉得你年龄差的有点大啊，赚的不太多。好了。哎呀，这把我班主任给气着了，到底那脾气啊又给亮出来了，给这大姨啊一顿输出啊，这女方能耐不大，要求不小。哎，情绪好点了跟我说，小张啊，给我换个人吧，我这人生大事啊就交给你了。哎呀，那一瞬间呀，我是一哆嗦呀，我是欲哭无泪啊。昨天刚走一个矜持的，今天又来了一个养鱼的呀，我这一天天的生活过得是心力交瘁啊。半年前啊，有一个男士条件是真的很好啊，93年的硕士。英国留学回来的，年薪几十万，人有车有房。当时呢，我们就因为办了一场相亲会啊，这小伙子就看上了一个95还是96年的姑娘。哎呀，人长得确实挺漂亮，本科在国企上班。他当时来找我啊，就希望能够帮忙给牵个线，说不在乎女方条件啊，就喜欢这个人了。我当时呢就给他俩撮合了一下，俩人见了面呀，反馈都比较积极，都愿意继续了解一下。那这个见面之后，男士啊就特别主动啊，发信息，这个姑娘呢基本也都回。约他呢基本也都能出来，就是感觉人家姑娘不怎么热情啊，不那么亲近。这男士就想着呀，哎呀，可能是没确认关系那事啊，人姑娘还害羞着呢。认识有1个多月啊，这男士就主动啊表白了自己的心意，想进一步发展关系。但这姑娘说呀有点快，想了解再看看。于是呀又追了3个月啊。这期间啊，这姑娘呢回复消息啊也比较及时，约他呢也能出来，偶尔啊男士牵个手啊，人家也愿意。但男士只要一表白就给拒绝，理由啊，要么就是没考虑好，要么就是再给点时间，要么就是挺纠结的。哎呀，最后这男士啊，实在是忍无可忍啊，直接就断联了。这断联有1个周啊，这姑娘今天就来找我了啊，哎，说男士怎么不搭理他了啊？我一听我还懵了啊，不搭理你，你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我就去找这男士了解情况嘛，好嘛，人男士一听啊，气得够呛，说自己当了4个多月的备胎啊，够可以了吧？听完我就问这姑娘啊，你这态度什么意思呀？这姑娘说，我态度挺好的呀，我对她一直都很热情。你看她找我，我基本都秒回，她约我呢，我也出去了呀，我也没吊着她，也没有对她爱答不理吧。我一听啊，姐妹儿，你管回复消息和同意出门吃饭这叫热情啊？你是没见过人家热情的姑娘
相亲第一次见面，只要感觉合适的，那巴不得当天就得跟男士确认关系，生怕这男人就被别的女人抢了。他说，哎呀，我不喜欢跟生人发展太快的感情。另外啊，这个男士啊，他就有点不是很喜欢，但是也在努力接受男士了。他说，我觉得我并没有错呀，难不成我要为了结婚答应一个我不熟悉也不怎么喜欢的人吗？我需要点时间吧，那我也是对这个男人负责。哎呀，真的，你听他那小嘴巴巴的啊，人给气死也能让他给说活喽。姐姐呀，你要搞清楚，你是在相亲呀，不是18岁青涩的爱情，等人家写1年的情书追你呢。都来相亲了，那怎么还在做着言情小说和电视剧里的恋爱梦呢？以为和上学的时候那样，暧昧个2-3年，热恋个2-3年，筹备全世界最美好的婚礼和蜜月旅行呢。我是真不想吐槽啊，这里姑娘，但是就是让人恨铁不成钢啊。这相亲和谈恋爱最大的不同啊，就是在于这目的性非常明确，本质上其实就是一场谈判，大家名牌打扑克，把自己最拿手的条件摆出来看一看，觉得合适就奔着结婚去，不合适就算了嘛。很多姑娘啊，她都没有这方面的认知的。我来相亲了，好像这满相亲市场上就我一人，把相亲对象定义为自己的追求者，对人家明示暗示都没有任何反应。男方一看呢，自己热脸贴了个冷屁股，立刻停止。你还反对了？追我才追了几个月呀，怎么不追了？这么没有耐心，就请我吃了几次饭，就想跟我确认关系啊？这类姑娘哈，我真的是大写的服啊！这姑娘一听啊，就跟我说，我也觉得这男方啊挺适合结婚的，只是感觉来的没那么快，想了解一下再确认关系。姐妹儿啊，咱说句现实一点的，你这条件到底是谁给你的自信，让你觉得你可以把一个留学硕士年薪几十万的男人当做自己的舔狗和备胎的？你知道相亲市场上有多残酷吗？男士这条件呀，在你了解他这4个月里面，至少有几十个上百个姑娘都想认识他了。另外你所谓的了解他呀，无非就是看到他的条件，没看到他这个人嘛。骑驴找马，想看看有没有比他条件还好的更合适你的。相亲啊，了解的过程最多3个月。有些姑娘说我再考虑考虑啊，没想好，有点纠结。这印象还不错，但是就是发展太快了，等等。以上所有的表达啊，那就该撤。备胎那玩意儿咱不当。我跟你们讲啊，相亲这事挺折磨人的。那是够的了。有一对男女相亲半年就黄了，我那心啊老堵了。男方今年是30岁，国企做管理的，女方今年28岁，大专幼师。两人在年初的时候认识，相亲1个月之后啊，两人就很快在一起了。上个月呢，两人谈了有半年多了啊，这双方啊也都见过父母了。男方就提出想11订婚，年底结婚。但这姑娘就觉得谈了半年就开始订婚那太快了吧，说什么也不同意。这话一出把男士给气的我都30了，你也不小了，家里都等着结婚呢，咋还得考察呀？这男士就着急你要觉得咱俩不合适结婚那咱们就分手嘛。这人家姑娘一听我不分，觉得两人合适的很，只是自己还没想好。男士就想不明白了这合适怎么就不结婚呢问他什么时候能够考虑好。这姑娘说再谈个1年左右的。男士一听就来了脾气这1年过去，我娃都应该出来了，你才跟我说结婚觉得这女方就是在吊着他，既然没的诚意，那咱就不谈了嘛，直接把这姑娘给拉黑了。这一操作，姑娘直接懵了急了呀！难得找个条件好的，这还得跑了呀，找不着人了就来找我告状哔哩哔哩一顿讲。我反正每天不是在牵线路上，就是在劝架的路上。我问这姑娘为什么要等1年的时间她说感觉自己确实不是很喜欢这个男士怕自己结了婚后悔嘛。这话给我整的也不明白了不喜欢为什么要答应人家？他给的理由是这么说的，男方的物质条件可以满足他所有的择偶期待，但是对方的身高、颜值和性格等等都不算对他很有吸引力当时决定在一起一是家里催婚压力大，二是对未来很迷茫，不确定自己再错过还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男方是独生子，工作体面，有房子还是全款，父母都是高知家庭，对他未来带孩子是很有帮助的。权衡利弊之后才同意的。我这一听这不就是经典的看上条件了没看上人吗？我好心劝他，我说你要是不喜欢这个男士你为了条件逼迫自己跟他结婚婚后你也不会很开心的。他和我说自己马上29岁了想在工作这个城市里定下来，只能找个本地人结婚，而这个男士的条件是最合适的。男士听完就说这半年这姑娘几乎从来不主动关心他也不问候他，甚至跟这姑娘拥抱都觉得很陌生和他说点自己的事情对方都会很反感。我爱他，但是他并不爱我，我不想和他在一起了。反正我也没劝和，两人这么分了不该我事很多人都问我一个问题，老师结婚到底是合适重要还是喜欢重要？
你选人结婚啊，门当户对、互相喜欢是走进婚姻的基础条件，所以合适和喜欢一定是并存的。退而求其次，不看条件，你也找个自己喜欢的人，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啊，风都是甜的。如果见面3次你依然不喜欢，那就果断放弃，后面你是不可能喜欢的。对方不喜欢你，对你爱答不理啊，没有被关心的感觉，你也要放弃。干嘛跟一个连关系都不愿意给你的人？你的爱就很廉价吗？另外啊，条件合不合适啊，不是看对方的，而是看你自己。你月薪3000想找个月薪2万的，你永远都遇不到合适的。你找个月薪6000的，自己还蛮喜欢的，就相处看看。不要总问，哎呀，为什么我遇到的要么就是喜欢的条件不好的，要么就是条件好的不喜欢的？那是因为你遇到的太少，或者是择偶要求太高了，非得在这几个人上靠着吗？当你找到一个还蛮喜欢的，条件也差不多的人啊，就去相处一段时间看看。你要看看自己是否能够接受他的性格脾气，对方是否能够控制好情绪去解决问题。对于那些动不动就吵架、冷战、不反思自己、总指责别人、不愿意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人啊，是不适合结婚的。婚后你也会过得一地鸡毛，离婚是早晚的事情。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不要随便去找个差不多的人就行。不幸的婚姻啊，消磨了爱情，还会让双方啊都身心疲惫。花了那么多钱都结婚了，还娶个不情不愿的，这样的婚姻啊，还真的不如不结呢。哎呀，今天上午啊，有一位40岁的大龄姑娘来找我介绍对象，直接是给我憋出内伤啊。她来找对象啊，没钱的不找，没房的不嫁，长得丑的看不下去，个子矮的接受不了。我说你这个年龄再不降低要求哈，那你就真的嫁不出去了。他一听就开始哭啊，哎呀，哭得我心里就是又拧巴又难受。他说周边亲戚朋友啊都已经不给他介绍了，觉得他年龄大呀，好多媒人都只是嘴上答应，一年也介绍不了2个，还都是不符合他择偶要求的歪瓜裂枣。他越想越后悔啊，边哭啊边说自己这些年的感情经历。曾经啊有个谈了5年的初恋，对他特别好，每个月赚的不多，但基本都花在他身上，他想要的基本男方都会满足他，也会心疼他，也会关心他。但那个时候他说自己不懂事，全听家里的。父母不喜欢他这个初恋，因为赚的少嘛，老家又是外地的，条件还差。哎呀，父母就一门心思想让他找一个本地的条件好的有钱的。他就被父母说的也觉得啊自己应该找个条件好的。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文员，一个月拿着2000的工资，想着能嫁给月薪1万有车有房的。从那年开始，也就是25、26岁啊，开始频繁的相亲，确实有条件好的看上他了，有车有房好几套，家里还是拆迁户啊。谈了半年呀，怎么也接受不了对方性格不好，不让他不懂他，还经常和他吵架，受不了他就提出分手啊。后面又谈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对他也挺好的，但这2人啊谈了不到3个月也分了。他觉得男方太矮啊，长得也不好看嘛，连牵手亲吻的欲望都没有，而且男方性格太老实，觉得这一辈子这么生活他能憋屈死，说什么也不愿意了。那个时候都已经28岁了，周边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准备结婚了，他还没个对象，又开始相亲了。他又特别焦虑啊，想找哎呀差不多的就行啊，有房子没贷款的，长得还行，合眼缘了，赚的还可以的就行。结果遇到的啊，不是房子有贷款的，就是父母这家庭条件差的，要么就是长得丑的，怎么也遇不到一个实现审美和心意的。一晃啊32岁了，他父母也着急了，觉得要不条件降降吧，找个工作稳定的，人踏实能赚，有房子的就行啊。但这姑娘心里不太甘心了啊，不想将就。之后的这2、3年的将了不下20、30位，都失败了。甚至他觉得相亲男士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他又特别的迷茫，想结婚呢又不甘心，不想结婚呢又没有以后独居的勇气。35岁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过离婚的啊，38岁不带孩子，各方面条件特别好，对方呢也是看中了他是未婚的，愿意认识。但他听了就很生气啊，说什么也不愿意，那觉得自己还是未婚呢，就要去给别人当后妈了，这事还接受不了。好了，这一晃啊，现在30岁了，好多离婚的也不太愿意认识他了，宁可找离异的，也不想找他这个年龄段未婚的。他是越说越后悔啊，说自己挑来挑去啊，以为能找个条件更好的，却发现这条件是越来越差。他就特别的害怕，如果以后再找不到合适的，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听他说完呀，咱以为他是后悔了，哎，那要求肯定降低了。结果呀，择偶要求还是要那房子在市中心没贷款的，离婚不能带孩子，条件必须要好的，独生子家里条件没负担的等等。哎呀，我这庙太小了，王八都要吃不饱要离家出走了呀！你这大佛我这就装不下了，赶紧给送走了。很多大龄姑娘找对象啊，总认为是自己年龄大了不好找了，可大龄也有大龄的择偶圈，从来不反思这问题的本质到底在哪里。大龄不是找不着对象的原因，而是结果。你不是因为大龄你找不着对象的，而是你找不到你能看得上的对象才导致大龄的。
所有的理由都只不过是遮羞布。一线城市大龄剩女啊，我跟你们说，真实数字要吓人的。当年你看不上的，你现在依然看不上。年轻的时候挑挑拣拣，一山望着一山高，现在大龄了啊，要求不降反而高了，不甘心又不屈服于现实，网上寻安慰寻鸡汤，那有屁用啊？解决问题先解决本质，接受现实，聪明的人啊才有甜头吃的。最后啊，再发个誓啊，这大龄的我是够够的啊，以后再也不凑了。周末办了2场相亲会啊，哎呀，差点没给我送走喽。今天我才缓过来啊，咱来个唠嗑局啊。我跟你们讲，相亲会真的特别的卷。你要是高富帅啊，有车有房，工作好，赚钱多的，你就别听我在这叭叭。相亲会啊，那100个姑娘里面啊，能有80个相中你的。你要是条件普通啊，长相一般，甚至是没房薪资少的，你就别去凑合这个相亲会了。在老家或者是工作地找些靠谱的媒人或者家里人啊，给你介绍一下。你去相亲会，你就会发现啊，比你帅的、比你有钱的、条件好男人真的大把多了去了，显不出你的。去了基本都是当炮灰的。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我办这2场啊，一场是以大中专为主的，另外一场是本硕博为主的。哎呀，别问我为什么学历分组啊，现实所迫，不过多解释。没成想这报名的时候啊，这个大中专组啊，男士报名就有100多位，这姑娘才20多位，严重男女比例失调啊。这本硕博专场啊，男士是60多位报名啊，这姑娘就达了150多位。哎呀，给我愁的不行了。你看，有些原本是属于这个本硕博专场的男士啊，他们可能因为个子不高啊，长相一般啊，就会觉得自己啊可能配不上和自己条件差不多的，就主动选择大中专组的。而那些原本就应该在大中专组的女士们啊，哎呀，就各种理由跟你解释呀，我非得去这个本硕博专场。有的说呀，哎呀，我是函授本科，有的说我是在职研究生，还有的说，哎，我正在考国外的本科，还有造假的，哎呀，那 PS 的网图啊，拜托，你是来考验我的智商的吗？反正你苦口婆心跟他去啊，你即便去了也没用啊，也不符合男士的择偶要求。他们就会跟你讲啊，自己性格很温柔啊，很漂亮。哎呀，我学历虽然低，但是你不能狗眼看人低吧？反正啊，从报名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基本都是想高价，男孩子基本都是能够接受低取的。没法啊，相亲会是那种就是1对1啊，面对面轮番认识的形式，那需要考虑这个男女比例持平。我就把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姑娘啊，往大中专那个组里面刷。把一些优秀的男孩子就往本硕博那里面提上来。好了，这相亲会开始了啊！哎呀，你们不知道，那相亲会现场又是卷了一批。这个95%的姑娘啊，就盯着那5%的这个工作好、长得好、哎赚得多的男士。有一位29岁的男士，硕士学历啊，做金融的，赚的特别多，个子高，而且长得特别帅啊！现场都有30-40位女士啊，就要跟他表白啊！哎呀，这可把周边的这个男士给馋的呀！这现场啊，有80%的男人啊都看脸，哎，谁好看对谁热情，聊的就很好。这我印象还比较深的是有一位88年女博士，就属于那种执迷不悟型的啊。她的择偶要求啊，就是男博士年收入100万起，这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张 A4 纸的，上面都有自我介绍和择偶要求啊，方便别人认识的嘛。基本啊，这个男孩子一坐他对面啊，没有30秒就走了。哎呀，最后啊，这姑娘干脆摆烂，就一直在那里刷视频玩手机啊。现场还有一个男孩子也特别逗，跟女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啊，是带着体检报告和开房记录去的，直接就跟人家说，哎，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你得给我看你的体检报告和开房记录。反正啊，现场什么人都有的。哎呀，开完相亲会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有些年轻人是真性情有个性啊，去相亲啊，就像拿着职场人找工作 HR 选候选人那一套去相亲的。在他们的逻辑里面啊，选择相亲对象就是罗列出一大串的择偶要求，然后呢去筛选简历。初次见面就是面试、沟通、确认简历上的细节，约会发展感情，完善对候选人的细节把控。确认关系就是给候选人发 offer 啊，然后骑驴找马继续面试啊，广撒网多捞鱼，听天由命搏概率啊。反正就是我爱咋咋地，喜欢我的自然喜欢，不喜欢我的我就换人嘛。给他们相亲找对象哈，那个咋唱啊？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把自然看通透。我唱的跑调没？反正啊，跑调这是我的风格啊，你们不要笑的。这有人说啊，相亲就像货比三家，这话也没毛病。但有的人是比较来比较去啊，最后不是选的性价比最高的，而是选了一家最贵的，还自己买不起。今天有一个姑娘在我办公室里哭嘛啊，说自己后悔了。哎呀，直接是给我整抑郁了。这姑娘是95年的，今年28岁，普通本科，国企工作。哎，长得确实漂亮，绝对有8分以上。她一开始来找对象的时候啊，要求总结就是想找一个差不多条件的。那毕竟马上30了嘛，表示啊自己也不想挑了。我就给她介绍了一位93年的，今年30岁，
是985硕士，在上市公司上班，这有车有房，年薪是在25万左右。第一次见面，两人感觉都不错，相处了有1个多月，见了有3、4次。男士呢就跟他表白了，说自己挺喜欢他的。哎，人这姑娘呢绝对不慢热啊，也不钓鱼，说回去考虑2天。好了，第3天，她给男士说呀，哎呀，不好意思，我是慎重的考虑一下啊，觉得我们俩不合适。哎呀，你说这给男士给整懵了啊，谈了1个多月了啊，手都牵了，还让抱了，怎么就不合适了？那我作为中间人呢，我就去问这姑娘原因啊。人这姑娘给的理由就是感觉男士啊还不够优秀，达不到自己的预期。哎呀，我一听啊，是真的给我愣住了啊！咋不优秀了？人有车有房还是全款，年收入20多万，父母都是体制单位的，那配你学历他也相配吧？这条件是可以了吧？哎，这姑娘就支吾了一下啊，就跟我说，哎呀，就是觉得男士个子有点矮，才175，还有点胖，170多斤，这要是能瘦下20斤啊，那就完美了。另外啊，年薪要是30、40万，就满足他要求的优秀了。真的，兄弟们，听完我就给整抑郁了啊！男士这条件在相亲市场上，他分分钟就脱单了。你想当县长夫人，你得跟着他从基层干起吧，最少有个10年8年啊！哪有捡县城的馅饼吃得好，人家当县长了，你给看上了。他说自己也不是非要去找什么官二代、富二代啊，也不是那种哎呀眼高于顶的女人，想找符合他标准的那种男人。我问他，我说符合你标准的这种男人哈，人家一定也挑的。那你有什么？他说我是有资本的，我长得很漂亮。你看，你把相亲当生意，你出美貌，他出优秀的条件，那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啊，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致命的关键，就是你的美貌会消失的，他的优秀一定会随着时间逐年递增的，而你不可能1年比1年要漂亮吧？最后他反正就是我强烈要求换人的，换更优秀一点的。后面真的给他介绍了不少啊，有位国企的管理人，个子挺高，赚的挺多，他觉得男方父母工作不好，介绍个家庭条件好的，他觉得男士啊长得不好看。那介绍个长得好看的家境好的，他觉得男士啊这个性格不行，反正挑了一圈没得挑了啊，他就很委屈的问我，哎呀，为啥就没有优秀的男人？最后一拍大腿，反应过来失策了，还是第一位男士条件可以。隔了半年呀，吃回头草，又去找人家了。哎呀，说自己考虑了一圈啊，决定愿意和你在一起。谁知人男士不搭理他呀，把他给拉黑了呀。跟他分手没2天啊，人家就很快脱单了。哎呀，他就听说这男士啊，现在谈的女朋友是99年的本科啊，在事业单位工作，比他是年轻又漂亮，那都给他气得不行啊，哭着跟我说，哎呀，自己真后悔，又错过了1年。当初你们有1万种可能在一起的时候，你挑3拣4，想找更好的。现在好了，黄花菜都凉了。相亲啊，你不要傻乎乎的，就是觉得是你在挑别人。当他的优点符合你的要求啊，足够的时候，他也具备筛选的资格。如果你想着相亲市场上优秀男人都去哪的时候，能不能先反思一下，你在20多岁的时候你去了哪里啊？我知道我怎么选的会后悔。我跟你们讲啊，哎呀，我能让有些人给气死啊！相亲双标不说，还跟着做梦似的，咋的？上市场买菜不给钱，非得说你看上就是你的了呗？前些日子我给一对单身男女介绍对象啊，这男方93年的985本科工程师，年收入有个30W 左右，有车有房，父母在体制单位啊。哎呀，长得也不错，就是个子不太高啊。女方呢是94年的本科私立学校老师，收入有7、8个，长得呢也不错。两人见了面之后啊，这个男士就特别喜欢这个姑娘啊，但这姑娘就挺拧巴呀，觉得男士有点矮，哎，看不上他，但是也说了愿意发展一下感情。男士这平常是嘘寒问暖啊，一到周末就约出来请客吃饭，认识了将近2个月，他又去尝试拉这个姑娘的手啊，这姑娘直接给甩开啊，拒绝了。男士问他是不是不太合适，姑娘呢人就说了啊，发展太快了，想要再考虑一下，希望男士能够给他一段时间，并且承诺了今年底之前会给他一个结果。男士第2天啊直接断联呀，转身跟我说不合适换人。我又给他介绍了一位96年的姑娘，本科做统计工作的，家里也是体制单位。人这姑娘猛啊，两人见面第1天呀，主动跟男人说呀，我喜欢你，觉得你年纪轻轻特别有上进心啊，我很欣赏。男士对这个姑娘的印象就特别好感啊。第2次见面，两人直接牵手；第3次见面，拥抱加 kiss， 两人直接确认关系啊。昨天晚上呢，男士在朋友圈里就发了个官宣啊，两人的照片。哎呀，这给第1个姑娘看见就炸了锅了啊，觉得男士那是脚踩两只船，不负责任，找到我门上来了，埋怨是我给他介绍对象了。这给我整生气了啊！难不成和你相亲的男人都得等你权衡利弊，有合适的一脚给踹了，没合适的再转脸回来呗？他跟我说啊，这个男士是喜欢我的，我也没拒绝他吧，要不是你给他介绍，怎么可能会把我给甩了？听的人真的是很无语啊！
人家是相亲来的，又不是扶贫来的，你从不给别人带来一些好处，时间长了，那别人自然会觉得不值得，他肯定会要去找其他更好的选择。这姑娘听了不服啊，我对他怎么不好了？不就是没让他牵手吗？哎，哪次他约我没出来了？哎呀，拜托姐妹儿，你出去吃他的喝他的，给他甩脸色，这就对他好了。那我去服装店买衣服，哎，我看上了件衣服，我就要试一下，结果店员对我是爱答不理，我特别生气啊，转身就走了，去别人家买了。我就这样，谁对我热情我就买谁家的。结果那个店员反而去埋怨我说，你看上了你不买就是你不对了。哎呀，他还委屈说辛苦在店里工作了，你说搞笑不搞笑？这姑娘不服啊，那我也没有拒绝这个男士呀，只是发展太快了，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嘛。反而他这么快的找到对象，一开始对我的感情就不纯粹，2个月了呀，还不够你明确的吗？无非就是看不上这个人，还舍不得他这个条件，权衡利弊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哎，人这姑娘显得就很委屈啊，跟我说，那我权衡一下也没有错吧？哎，没错啊，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炮轰对方不纯粹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本来就是自愿的。相亲这个圈里，大家都在权衡利弊，你有选择的权利，他也有啊。你的委屈跟这个男人无关，是因为你贪心，你明知自己不喜欢他，却还是贪图他的物质条件。哎，你贪图可以，却不想给他想要的东西，人家不陪你玩了，你 hold 不住这个男人了，还想让他来给你女人的权利啊？说别人权衡利弊，你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如果他提供不了你想要的东西，大概率你会让他滚蛋吧。奉劝那些在相亲市场上去抱怨为什么对方不选你的主啊，不要去跟这个市场的规则去对抗，权衡利弊大家都是相互的，有时间去抱怨，不如多选择花时间把自己打造成，即使他权衡了一圈以后啊，依然会心甘情愿选择你的那个人。你还跟他比呀？